如果一個國家連數字都開始失聲，那你就該知道問題已經大到連承認都變成一種奢侈。11月底，一件看似冷門卻足以定格時代的事悄悄發生了。彭博社披露，中國政府指示2大民營房地產數據機構克爾瑞與中指研究院暫停發布月度房企銷售數據，不是推遲，不是調整口徑，是暫停發布。這個動作比任何一份下行數据本身都要更冷。它就像一個人知道體檢報告太難看，乾脆不驗了；知道心電圖不對勁，乾脆把機器拔掉；知道脈搏微弱，乾脆閉上眼睛，假裝一切安好。工具箱裡掏出了眼罩。過去這些年，我們已經見慣了這樣的操作。數據不好看，改統計方法；口徑不好聽，重新定義；比例太難堪，合併項目，實在沒法寫，那就不發了。而這一次不發的是最敏感也最真實的中國房地產的心跳數据。要知道，克爾瑞與中指研究院每個月都會在月末發布百強房企銷售額排行榜。這個榜單像體溫計一樣，測量着整個中國樓市的冷熱。但就在11月30日，這個本該出現的數據消失了。外電引述消息人士稱，中國住建部已經對這2家機構下達指導意見，暫停對外公開數據，直至另行通知。諷刺的是，付費的金融機構仍可以獲得數據，但前提是保密。也就是說，可以看，但不能說；可以知道，但不能讓別人知道；可以統計，但不能公開。這不是管理，這是消音。為什麼要消音？11月數據很可能會顯示更大幅度的下降，到底有多大？根據彭博的計算，10月份克尔瑞数據顯示，中國百強房企的新房銷售額同比暴跌 41.9%，這是18個月以來最大單月跌幅，接近腰斬。如果10月已經能跌到這種程度，那麼再就是口號喊到沙啞，再放鬆政策一輪又一輪的11月，數據會好到哪裡去？答案或許連數據自己都不敢說，所以它被收起來了。當一個國家開始害怕數字本身，你就要明白，真正的墜落可能早已超過想象。這並不是第一次信息降溫，更殘酷的數據其實已經躲不開了。二手房價格這個更真實的市場晴雨表依然在無情的下墜。根據中指研究院12月1日發布的最新報告，中國百城二手房價格已經連續下跌43個月。請注意，是連續43個月，整整3年07個月，像一個無底深淵，不見底，只見下墜。11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價為13143元每平方米，環比下跌 0.94%， 跌幅比上個月還在擴大，同比下跌 7.95%。最恐怖的是，100個城市全部在跌，一個沒漲。這種場面在任何一個正常市場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分梯隊看，一線城市環比下跌 1.15%， 同比下跌 5.62%； 二線城市環比下跌 0.98%， 同比下跌 8.24%； 三四線城市環比下跌 0.81%， 同比下跌 7.47%。你以為一線城市最抗跌？錯，他們跌得更狠更徹底。而與之形成諷刺對比的是，11月百城新房價格居然環比上漲 0.37%， 同比上漲 2.68%， 看起來好像暖意回歸。不，這只是結構性幻覺。新房價格被土地定價、政策、開發商策略、預售制度層層加持，而二手房才是買賣雙方在絕望與現實中達成的成交價。二手房才是人們真實的信心投票。而現在的投票結果是，
沒人相信了。真正可怕的不是價格跌，而是連買的人都消失了。在過去的黃金年代，只要一說買房，全中國都像被按鈕觸發，排隊、搖號、加價、全款、凌晨蹲售樓處，一切瘋狂的像宗教儀式。房子從住的地方變成了信仰本身。但現在呢？根據第一財經統計，截至11月份，今年銷售額超過1000億元的房企只有8家，而去年同期更多。銷售額在500億至1000億之間的只剩6家，300億至500億的僅7家，同比減少9家，100億至300億的45家，幾乎淪為保命區。聽上去還是100億，是不是還有希望？可你要知道，10年前一個2線城市的明星房企，動輒就是幾百億銷售。今天全國加起來勉強湊出這些數字，還要大張旗鼓當成果匯報。這不是進步，是體量斷崖，是退化後的殘喘。與此同時，租房市場也在墜落。50成住宅平均租金34.36元每平方米月，環比下跌 0.60%， 同比下跌 3.57%。房賣不出去，租也租不動，就像一個病人，呼吸、脈搏、意識全線衰弱。這才是一個行業真正進入寒冬的標誌。但事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失控的？很多人會說，是因為2020年的那一聲令下，3道紅線。這一政策幾乎在一夜之間切斷了無數房地產企業賴以生存的資金血管。那些長期高槓桿擴張、瘋狂拿地、不斷滾雪球的地產巨頭，瞬間失去了續命的呼吸機。隨之而來的是債務違約、爛尾樓、房企倒閉、大規模維權、信心坍塌，由一棟樓變成一座城的陰影。投行高盛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房地產銷售規模高達17萬億人民幣，而到2024年直接跌破10萬億。這是怎樣的概念？這不是下滑，這是腰斬。有專家更給出了一個讓人脊背發冷的預測，到2045年可能只剩下5億人。人口在腰斬，購房需求在腰斬，雙重斷崖。這是一張完全無解的死循環方程式。你可以印錢，可以降息，可以放鬆限購，可以給予補貼，可以喊口號，可以用盡一切行政力量去拖底。但有2個東西你永遠救不回來了。第一是已經透支完的购買力，第二是徹底崩塌的信心。如果房地產泡沫真正釋放，房價會在短時間內跌去 60%， 整個金融體系會瞬間崩潰，經濟危機立即爆發。北京正是由於害怕這一點，才拼命控制，所以他們不能讓它跌，但也無法讓它漲。於是樓市被定在一個不上不下的真空裡，不救它會死，真救它會爆。這是一個無解的死局。也正因為這樣，數據變成了敵人，不能讓市場知道真相，不能讓外界看見真相，不能讓人民意識到真相，不能讓歷史記錄真相。於是該公布的數據消失了，該警示的信號被消音了，該發出的報告被按住了，該面對的現實被擋住了。克爾瑞與中指研究院的沉默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更像是一個信號彈。當真實無法被修飾，當下滑無法被掩蓋，當數字無法再優化，選擇就只剩下一個，讓它閉嘴。可問題是，數據不說話，房子就會漲回去嗎？報告不發布，債務就會消失嗎？圖表不顯示，人們就突然有錢敢買了嗎？不會。相反，這種沉默只會放大恐懼，因為你越來越搞不清，現在到底跌到哪兒了？到底壞到什麼程度？到底還要撐多久？
到底會不會塌？當一個國家的核心資產開始靠少說話來維持鎮定，那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切。房子是過去40年支撐中國中產夢境的最後圖騰，幾代人的積蓄、一生的負擔、未來的希望，全部壓在那一串門牌號上。而現在，它正在失去光環、失去功能、失去價值，最後失去意義。你能感受到那種詭異的氣氛嗎？不是恐慌，不是暴跌，不是暴雷，而是一種巨大的、緩慢的、無聲的塌陷，就像一棟無人喊救命的大樓在深夜悄悄下沉。人們第二天醒來時，只看到一片空地，卻誰也說不清它是什麼時候倒的。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連數據都開始消失，那麼倒下的絕不只是房子，